王府大难，整个萧家就都靠你了。大夏还120年，我堂堂阎罗殿战神阎王，竟传承了镇北王府唯一的病秧子，一睁眼就是地狱开局。老爹和8个哥哥尽数战死雁门关，满门忠烈，就剩我这一根独苗。圣旨到，陛下有旨，镇北王府满门忠烈，朕心甚慰。然国不可无防，着禁军副统领李牧暂代镇北军节制之权。令陛下体恤诸位夫人孤苦，特旨即刻随杂家回京，由礼部妥善安置。放肆！我夫君尸骨未寒，尔等阉人欺我萧家无人吗？想夺兵权，想带走我们，先从老娘的尸体上踏过去！造反！你们想造反不成？违抗圣旨，株连九族！我萧家男儿除9弟外悉数战死，还谈何九族？今日谁敢上前一步，我便让他身首异处！都住手！萧晨，从今日起，萧家的未来和你8位嫂嫂的前程，我便交给你照顾了。让我照顾他们？这副跑几步就喘的废物体质，有什么实力照顾他们？我夫君尸骨未寒，您怎能说出如此荒唐绝伦的话？让这个见血就晕的病样子照顾我，我宁可立刻战死在雁门关下。老太君，您是不是悲伤过度老糊涂了？就他，肩不能挑手不能提的废物，连给我4哥提鞋都不配。检测到宿主家族中落，被自己的嫂嫂们看不起，激活系统，奖励战神威压与阎王战术沙盘，可分析目标信息，给出相应方案。谢天谢地，终于来了！我果然是萧家乾隆。四妹，慎言。奇怪，9弟今日的呼吸吐纳竟如此沉稳，极度荒唐。但老太君这一手毒棋，是要用我们8个女儿将身后的军方势力死死绑在萧家这根独苗上。老太君好手段啊！哎呦呦，咱家今天可真是开了眼了，让一个病秧子照顾8个将门虎女，传回京城，怕不是要被满朝文武笑死。几位夫人还是早些随咱家回京的好，陛下仁慈，定会为各位寻个好归宿。目标人物监军太监狗腿子奉丞相秦松之命去萧家颁布假圣旨。你想干什么？哪家可是代表陛下？公公，这圣旨是丞相秦松你的吧？血口喷人！圣旨乃陛下金口玉言，你这黄口小儿敢妄议圣旨，好大的胆子！秦丞相乃大夏文官表率，怎么会拟出这么一份满纸破绽的圣旨？庶子无知，也敢妄议圣旨！其一，按我大夏律例，凡一品大员为国捐躯，当举国哀悼，其家眷须守重孝100日，100日之内不议军政，不谈人事，此为高祖所定之礼法，亦是铭刻于社稷坛的国法。公公您今日上门，手持一份语义不明的圣旨，强夺兵符，是想陷当今陛下于不孝不义的境地，让他背上一个刻薄寡恩的千古骂名吗？其二，我父王乃先帝亲封世袭罔替的镇北王，手中兵符亦是先帝御赐，见符如见君。如今要收回兵符，另派人节制3军。按照我大夏军中铁律，须有新帝手书的勘核符节、兵部下发的正式文以及枢密院的调防令3者契备，方可交接。敢问公公，这3样东西你有哪样？圣旨上说，将我8位嫂嫂带回京城，由礼部安置，是赐他们宅邸，让他们颐养天年，还是将他们这群将门遗孀打入列庭，名为照顾，实为软禁，任由朝中豺狼分食？萧公子，这不是这样的。若是陛下体恤，为何如此含糊其辞？若是丞相借机揽权，构陷忠良，公公您今日强行将人带走，他日陛下为了平息军心民众，要找个替罪羊，这口天大的黑锅，是您这颗脑袋来背，还是秦丞相那颗金贵的脑袋来背？公公明鉴，我等不敢违抗圣旨，恐负皇恩。
那依九公子之看，该当如何？我等愿遵陛下旨意，恳请公公回禀陛下与丞相，容我萧家上下为父兄手足100日重孝。100日之后，无论是交接兵符，还是嫂嫂们入京之事，我萧家上下定然遵从圣意，绝无二话。九公子所言倒也有几分道理，也罢，咱家就替你们向陛下去说道说道。100日之后，希望你们好自为之。好了，其他人退下吧。是老太君。晨儿，你留下。萧晨，老身当众逼你照顾遗孀，这事儿你怎么看？敢有半句虚言，我宁可现在打死你！祖母，孙儿只想问一句，您还信得过人心吗？你什么意思？父兄战死，萧家就是一块死肉。大嫂背后是兵部，五嫂背后是江南首富，七嫂背后甚至有草原异族血脉。圣旨一下，威逼利诱，试问几人能守得住承诺？放肆！他们是我萧家好媳妇，是英雄的遗孀，岂容你恶意揣测？孙儿是敬畏人性，在生存面前，忠诚极其昂贵，所以您才让我一个病秧子照顾他们，用这最原始的绳索，把8位嫂嫂背后的势力死死锁在萧家这条破船上。苍天有眼，战儿，你看到了吗？我们萧家还有希望。这是萧家家主信物，镇北军30万虎狼率令，持此令，王府内库财权人士皆由你一手执掌。镇北军中，凡我萧家门生故意，见令如见帅。萧家满门荣耀，30万将士性命，8位嫂嫂未来，你背得动吗？祖母看着，从今日起，萧家之责我一人担治。100日内，若不能拉萧家出泥潭，若不能让害我父兄者血债血偿，我萧晨提头来见。九弟，前面是北大营，这帮黑甲旗只服从死人堆里爬出来的强者。大嫂觉得我不该去，不是不该去，是你不配去。北大营驻扎着镇北军最精锐的黑甲旗，他们只服强者，只服英雄。主帅战死，军心大乱，那些骄兵悍将正憋着一肚子火没处撒。你拿着祖母的令牌过去，在他们眼里不过是个拿着鸡毛当令箭的笑话，到时候受辱是小，丢了萧家的脸面是大。大嫂信不信杀人不用刀，驯兽也不用鞭子？进营。什么人擅闯大营，格杀勿论？是我。少夫人，您回来的正好，将军们都在中军大帐等着呢。大家不服朝廷夺权，我们要反出这鸟气的大夏！胡闹！老王爷战死，朝廷要夺权，老子大不了反了，上回京城问问狗皇帝去。这不是只会吟诗作对的病秧子九公子吗？不能带我们报仇就滚！滚出去！镇北军不留废物！我来。目标人物雷烈，性格鲁莽、忠诚、直肠子，当前状态极度悲愤、自我厌恶、醉酒。弱点：对萧家的绝对忠诚，以及对懦夫的痛恨。你敢打老子？打的就是你这个废物！父兄尸骨未寒，你们在这发疯骂娘，你以为死了就是忠诚？那是懦夫！萧家的人死绝了吗？我萧晨还在，镇北王的旗就倒不了。镇北王令在此，想杀人的，把刀磨快了，跟老子走！末将雷烈参见少帅。参见少帅。都起来吧。末将有罪，请少帅责罚。请少帅责罚。父兄仇未报，没时间玩请罪游戏。我萧晨的兵可以战死，但绝不能跪着等死。传将令，这1个月内，我与众将士同吃同住同操练。少帅，绝对不行！吃硌牙干粮，睡漏风营房，一套全下来，新兵都得躺。您这身体去就是送死！疯了，这不是王府后院，你这样会死的。雷烈，你刚才说我不能带你们报仇，一个没和弟兄们流过血的统帅，没资格下令冲锋。我想知道我的兵极限在哪，全军谁负责新兵操练？末将赵虎。从明日起，我就是你手下的新兵，用最严苛的标准要求我，否则军法处置。怕个球！少帅都不怕死，咱们怕个球！所有校尉及将领全跟少帅参加新兵操练，
谁偷懒，老子拧下他的脑袋！愿随少帅同甘共苦。大嫂，别让他们看见。为了逞口舌之快把命搭上，值得吗？千万别叫军医传出去，少帅是个软脚驴，这支队伍就散了。帮我去王府找二嫂。要是死了，我正好把你跟八哥哥哥并排摆着。二妹，快看看，他突然就这样了。心神耗竭，气血逆行，简单说就是脑子转太快，身子跟不上。那怎么办？他明天还要去操练，那是去送死。九弟，以你现在的身体，绕校场跑2圈都能猝死，立刻回府用金贵药材吊命。如果不回呢？那就只能给你备口棺材，去灵堂凑个整。二嫂，沈家鬼门13针能从阎王爷手里抢人，我不信你治不了。你听谁说的？萧家不能没有我，我若倒了，3军将士和嫂嫂们怎么办？虎狼之药透骨丹，激发潜能，却永久透支寿元。九弟不要！多谢二嫂成全。拿命换1天的强大，值得吗？与其看仇人谈笑风生窝囊的活，我宁手选最烈的火烧出个黎明。起码我萧晨会选择站着死，而不是跪着生。少帅，真穿这玩意儿，这皮甲风一吹就透了呀！废话少说，赵虎出列。按昨晚说的，把我当新兵蛋子，敢放水，扒光了扔关外喂狼。全体都有，热身绕教场跑20圈，跑不完的取消全天饭食。看什么看？腿没断就给老子跑！少帅，歇会儿吧。心率185次，体温39度，肌肉乳酸堆积高危。警告：身体机能已达崩溃临界点，最优建议立即停止一切剧烈运动，否则将造成不可逆的永久性损伤。滚开！少帅，早饭吃什么？少帅，您去中军帐吧。大少夫人留了肉泥粥。打饭。食物分析：黑面馒头约150克，主要成分劣质面粉、麦麸、沙土，预估热量极低，营养价值可忽略。长期食用将导致士兵体力下降30%，耐力下降50%，夜盲症发病率提升80%。大英雄，军营的粗茶淡饭滋味如何？五嫂，这就是你掌管的后勤。兴师问罪，朝廷断粮3月，30万张嘴全靠王府内库苦撑。你若有本事，凭空变出银子来啊！我不是怪你，我是想和你谈笔生意。听说过战争债券吗？什么券？把打仗当生意，以王府100年信誉向天下富商借钱，打赢了用黑狼部的矿产牛羊10倍偿还。谁会借钱给风雨飘摇的萧家？跟把银子扔水里有何区别？它叫蒸馏器，能把发酸浊酒提炼成比刀子还烈的烧刀子。五嫂比我懂，在滴水成冰的北境，一口烈酒能换多少牛羊，能撬多少黄金？这生意做不做？好，这生意我接了，不过亲兄弟明算账，赚的钱我要30%。我1成不要，我只要我的兵1个月内顿顿有肉，人人有力气杀敌。成交，只要你能把这酒弄出来，别说肉了，你要天上的龙肉，嫂嫂也想办法给你弄来。九弟，别碰他，还要继续吗？二妹，你快想办法救他呀！他若死了，我的大生意找谁做？跟父兄的仇比，我这点罪算什么？二嫂，靠药物维持不是长久之计，
我需要一个能彻底重塑我这具废体的办法。我沈家1点禁忌里有一剂古方，不治病，只换命。换命！此方名为九死换生汤，它会用最惨烈的方式榨干潜力，碾碎每一寸筋骨，焚烧每一滴血。若成功，脱胎换骨，百脉俱通，但过程比你现在痛苦100倍。数百年来试此法者无一成功，要么活活痛死，要么被折磨成没有灵魂的活死人。比现在痛苦100倍，还会变成活死人？这哪里是药方，这分明是通往地狱的道路！二嫂，那汤何时备好？萧晨，那是9死1生，好生养着，哪怕不能上阵也能活。萧家不能再死最后一个男人了。活着，像条狗一样被圈养在后院，看着你们女人冲锋陷阵，看着秦松老贼替着萧家中蛊下酒，那样活着比死更痛苦。二嫂，这药我喝。这汤霸道至极，需连续沐浴49天，中断则经脉尽断，神仙难救。我有个条件，治疗定在每晚亥时到寅时，天亮前，不管我被折磨成什么样，都得让我站起来去教场操练。你疯了！把碾碎骨头的药力压缩在2个时辰里，等于受1整天酷刑，你会活活痛死的。我不能倒下，白天我是他们的少帅，军心散了，就再也聚不起来了。我要让他们知道我是铁打的，只要弄不死我，这点头就当挠痒子。好，大嫂五妹准备大浴桶和滚水，再找个木棍用软布包好。要那玩意儿干啥？给它咬着，省得痛到极致，忍不住咬断自己的舌头。这分明是化骨毒水。下水。咬住！小陈给我咬住了！加火！水都快开了，再加会把它活活煮熟的。药力无热度催发，必反噬心脉。刚才说的罪全白费。加！挺过来了。少帅，你歇歇吧，这30斤沙袋会压死您的。只要我没死，继续。咬住！可以了，浮出来。你真的不怕死吗？怕呀，但我更怕活得像条狗。九弟，我不是故意的，战场上没有故意，再来！成了，九弟，真的成了，霸道至极。程程，好久，只要运到关外，草原人会拿最好的战马牛羊来换，咱们军粮有救了。五嫂，这只是第一步，以王府名义成立北京商行，这酒只是诱饵，我要垄断整个北京的粮食铁器。你这是要跟所有商帮和朝中权贵开战？顺我者昌，逆我者亡。我要我的兵顿顿有肉，去砍下敌人的脑袋。好，这生意我接了。我温如玉的嫁妆就是你的本钱，陪你玩到底。他怎么了？他这是找到了比赚钱更有意思的事情了。你真要跟财力雄厚的商帮掰手腕？这充满铜气味，不是将门所为。打仗打的就是钱粮，
将门所为，就是看着兵饿死，然后换朝堂一句忠烈可嘉的屁话吗？大嫂，时代变了，我们没资格讲虚头巴脑的规矩，活下去是唯一规矩。三宝丹只能治标，今晚药欲深入骨髓，痛苦更甚昨日。难道是我真的错了？这是少帅赏的，人人有份儿。少帅为我，老子都快忘了肉是啥味儿了，跟着少帅有肉吃，谁敢说少帅不是，老子削他！九弟，真要继续？天底下有不劳而获的好事吗？这笔投资，风险是地狱，回报是整个家族的振兴与荣耀。九弟，出事了！我们北京商行的运酒车队在城外被劫，酒抢光，掌柜被打断腿。官府怎么说？马匪？雁门关郡守是秦松门生，他们串通一气，是四海通商会干的，背后是户部侍郎周扒皮。我们卖酒断了他们财路，现在合伙针对我们。好大胆子，连王府的人也敢下重手。九弟，给我50精锐，我亲自去砸他们招牌，出示我1人担。用军队去砸商会，是把刀递给秦松来砍我们？难道就这么算了？镇北王府的脸面让人踩在脚下。我萧晨的字典里没算了2个字。他们想看戏，我就演一出大的。只是这出戏的代价，我怕他们付不起。五嫂忘了，在全天下人眼里，我还是那个不学无术、只会挥霍的废物纨绔，一个死了爹娘哥哥、破罐子破摔的纨绔儿子，带几个家丁去砸抢自己东西的铺子讨公道。破罐子破摔的纨绔，带家丁砸铺子，九弟你没发烧吧？满朝文武眼里，我就是个死了爹兄、受赐性情大变的废物。可若是一个纨绔怒火中情带家丁讨公道，性质就是小辈胡闹，秦松抓不到任何把柄，这就是完美的理由。可你这身体万一动手，我负责动嘴，动手的事儿自有家丁。五嫂，把抢酒的货单准备好，上面的价值嘛，你懂的。保证让他们赔的裤子都不剩。雷烈，借几个人打架？少帅要多少？末将这就点齐5000兄弟。不要兵，要20个看家护院，长得像地痞流氓的恶奴。要会能打，还会装狗腿子的，脸上要带点仗势欺人的蛮横。半个时辰后营外集合。走，跟少帅干架去！出了军营，你们就是恶奴，谁装不像，回来20军棍。记住了，九公子。家丁哪有这么喊的？算了，路上交。走，进城，随本公子讨个公道去。停！你是去打仗还是阅兵？胸脯挺那么高干什么？少帅，要不直丢镇北军脸啊！今天你们是狗腿子，看好本公子怎么做。看什么看？再看把眼珠子挖出来当泡菜，滚！看什么看？小心老子抢茅房！罢了，调整站姿，不许喊是，只要把不讲理的横劲拿出来，出了事本公子顶着。是九公子。进城。走，拿货！站住！下来你们！
瞎了狗眼，敢拦我家公子的路！我当是谁？原来是九公子，不在王府给老王爷守丧，跑我这儿撒野，这可不是你该来的地方。少废话！本公子的一车绝世好酒被你们借了，酒呢？什么酒？九公子怕是受了刺激，脑子有病吧？我们四海通何时拿过？他说没拿。公子，怎么办？找不到就把这楼给我拆了，地基挖开3尺，给我砸！秀才你敢？这可是兄弟们干活了！公子有令，拆了这破楼。我的前朝古董，住手翻天了！什么？滚！目标：青花双耳瓶，估值500两白银，已损毁。目标：紫檀太师椅，估值80两白银，已损毁。目标：前朝山水图赝品，估值500两白银，已损毁。这利息还是太少。别乱来！我是户部周侍郎的人，你们这是造反要杀头！本公子只找我丢的酒，磕磕碰碰怎么就造反了？酒根本不在店里。1楼没有，去2、3楼找，把地基挖开3尺也别放过。是。少爷也别打了，咱们好好说行不行？抢我的酒，打残我的人事，怎么不好好说？晚了。继续扫，今天听不到1万两银子的响，谁也不许停。1万两！光天化日行凶，还有没有王法？把暴徒拿下，反抗者格杀勿论！赵统领救命！小臣疯了，要杀我！萧九，带家丁冲击商铺是死罪，老王爷在世也由不得你。死罪，王法！我父兄捐躯满门忠烈，我家商队被劫，官府不管，来理论还要打断我的腿。你告诉我，这究竟是谁家的王法？是大夏的王法，还是你赵刚的王法，或者是那个秦宋老贼的王法？大胆！竟敢辱骂当朝丞相！给我拿下，堵上他的嘴！我看谁敢动！我城防去杀人了！哥哥们啊，你们走！刚中这帮人就欺负咱们萧家呀！你不是欺负我萧家没人吗？往这儿砍，让全天下看看你们怎么逼死忠良之后的！九公子，有话好说，何必作践自己？交出抢酒贼，赔偿损失！赵统领，别听他胡说，我们真没拿他的酒。证据在此，极品烧酒500坛，我的人亲眼看到了你们的标志，还敢抵赖？你那是什么酒？金子做的？那就是普通的。普通的什么？怎么知道是普通酒？不打自招。人证物证俱在，赵统领是秉公执法，还是继续包庇逼死苦主？或许是误会，本统领回去定彻查。今天必须给钱，连本带利精神损失误工费凑个整，10万两，少一个字我就撞死在这柱子上！快拦住他！给我写欠条。赵统领，多谢主持公道，改日请喝酒。雷烈，收工吃肉。少帅，您没事吧？接下来回营吗？既然演了纨绔，那就要演全套。走，去醉仙楼，听说那里新来了一位花魁，本公子要去捧捧场。新来的花魁在哪儿？哎呦，九公子，红袖姑娘被聚首公子包场了，您看。本公子今天就是来砸规矩的，带路。少废话！本公子敬的酒，你敢不喝？萧晨，你这病秧子敢踹我的门？这可是我先包的场。本公子这里没先来后到，只有拳头大小。滚！嘿嘿嘿，
让我滚！你以为还是镇北王府的九公子？你爹死了，哥也死了，你现在就是个丧家之犬！再说一遍，我说你是丧家之犬！你敢打我？打你怕脏了手，再胡说八道就不是砸桌子这么简单。滚！小陈，你等着，这事儿没完！黄妈妈，滚出去！多谢九公子相救。不用谢，本公子来是有事问姑娘。这醉仙楼是四海通商会的产业吧？正如公子所说，醉仙楼表面上是黄妈妈在打理，但背后的东家确实是四海通。不过这事儿知道的人不多，九公子是怎么……本公子自然有本公子的门路，但能知道醉仙楼背后真东家是四海通。姑娘这清冠当的可真不普通啊！四海通在雁门关只手遮天，背后没点见不得光的买卖。说，这里是不是他们的情报中间站？九公子好眼力，既然被看穿，奴家也不瞒了。这醉仙楼就是四海通在北境最大的情报血库。你在这里面干什么脏活？3年前我家遭难，是四海通将我强行卖进这暗无天日的魔窟。不乖乖去给老子从恩客嘴里套情报，明天就把你爹剁成肉捏喂狗！我套，我什么都套，别杀我爹！这3年，无数北境军情乡情就踩着奴家这种人的骨血传了出去。九公子今日能逼钱万三写下10万欠条，绝非纨绔废物。只要公子肯救我脱离魔掌，奴家愿交出所有致命底牌。先证明你的价值，这网有多大？北境37处暗桩，从茶楼酱铺到贩夫走饵，全员眼线。所有情报直通雁门关郡守府，再由特工暗渠送往京城。镇北军呢？有没有被渗透？有，老王爷和少帅们的行踪，四海通全台掌握。内鬼是谁？这是绝对核心机密，奴家够不到内测。最后一个问题，四海通背后的真正主使到底是谁？户部侍郎只是挡箭牌，情报的最终流向是当朝丞相秦松。秦松老狗为了党争，竟拿我父兄9人和5万镇北军的命做局，这比动摇国本的血债，我要你整个秦家挫骨扬灰！你敢确定？情报全由郡守赵德芳2次筛选，快马送往京城相府。这3楼暗格钥匙是奴家的投名状，里面藏着3年来的受贿账本。九公子赎我走，去王府当烧火丫头，也比这魔窟强。现在带你走。黄妈妈发现账本失窃，你和我镇边王府马上连坐陪葬。那我怎么活？从现在起，你不是四海通的狗，而是我萧晨的暗桩。我会给你假情报交差保命，每月初1、15，本公子准时来捧场接头。兄弟们，走！红袖姑娘这身段，伺候的本公子爽翻了天！小陈，你敢打我？今天不把你腿打断，让你跪下给老子磕头，老子的诏字就倒过来写。今天不磕3个响头，你别想活着走出去！给我打断他的腿！老雷，
纨绔遇到这事儿该怎么办？赵明，你个王八蛋！你爹管一个郡，本公子的爹守的是整个北境。动我一根手指头试试，信不信本公子让嫂嫂们带兵踏平你家？你敢骂我？我不光骂你，还要打你！给我上！杀了他！镇北王府的人还轮不到你们欺负。刚才是谁要打断我的腿？我错了，是我狗眼看人低，九公子饶命啊！再敢胡说八道，要的就不只是手了。九公子请留步。在下郡守府张师爷，我家老爷听说少爷不懂事冲撞了您，特备薄酒赔罪。本公子罚了，改日吧。老爷说了，九公子要是不去，就是不给郡守府面子。原来赵明后来的找茬是赵德芳授意的，看来这是打了小的，来了老的。镇北王府已是强弩之末，只要九公子点头，我便牵线京城周侍郎，让公子投入周大人门下，尽享荣华。原来这赔罪酒是招降的夺命汤。我生是萧家人，死是萧家鬼，这辈子绝不背叛家族。你何必陪着一艘沉船找死？镇北王府不是船，是山。天塌了，这山也倒不了。雁门关不太平，九公子夜路小心。剁了他！敢动我家少帅，找死！谁派你来的？我说是郡守大人。果然是赵德芳。少帅，我把这家伙好好办了。办了多可惜，咱们王府可是讲规矩的地方。把尸体收拾整整齐齐，装板车，连同这活口送到郡守府后门。在这个活口脖子上挂个牌子：礼尚往来，来日方长。听说九公子今晚好大威风，砸铺子点花魁，还成了郡守座上宾。两位嫂子大冷天等我，小弟心疼啊！少嬉皮笑脸，隔着3丈远都能闻到你一身血腥味儿。回来的路上，赵德芳派死士劫杀我，伤哪儿了？赵德芳吃了雄心豹子胆，我这就点兵踏平郡守府。我这不是安全回来了吗？大嫂，现在去正中秦所下怀，但我温如玉倾家荡产也要他死。放心，我已经送了赵德芳一份大礼，他一定会喜欢。既然你没事，那就赶紧滚进去。二嫂在等你，今晚的九死换生汤药量加倍。
九死还生汤，真够劲儿。少帅，弟兄们听了您昨天把郡守府踩在脚下的事儿，都说解气。跟着您这样的主帅才叫带劲儿。闭上你的大嘴！赵虎，负重冲锋，协同防御，给老子练！杀杀杀！10万两，整整10万两，一张不少。千万算派人送来时，脸白的像个死人。这5万两继续砸进烧酒的生产。1个月内，我要我们的酒彻底垄断北京黑市，另一半全换成粮肉。我要我的兵从此不知饿肚子的滋味。没问题，四海通吃了大亏，背后的周侍郎和丞相秦松绝不会善罢甘休。九弟，我们接下来怎么办？什么也不干。赵德芳和秦松现在最怕的是不知道我有什么底牌。我们每天吃喝玩乐不出，他们就会疑神疑鬼、自乱阵脚。而我要做的就是把这副病躯变成杀人的钢刀。少帅，他是不是疯了？别吱声，他在涅槃。这是最后一关碎骨重铸，妖力会生生碾碎骨骼。先祖是要2人痛死，1人咬舌疯癫。连老鹰都敢敲碎鸟喙，拔毛换命。萧晨为何不敢？按住他！萧家的仇还没报。九弟，你终于回来了。传我军令，立刻签发最高级黑羽令，召西南东3大营统领级主将率其为明日午时前北大营交场集合。黑羽令，那是王朝生死存亡才发的军令，你私自调兵，形同谋反。那些老将军只认实力，凭什么听你一个？他们觉得我是废物，所以我才要让他们来。让他们看看我配不配执掌这30万一盘散沙的镇北军。说是他们当场发难。我以防备草原黑狼部为由调兵，告诉他们明日午时3刻点将台前，不到者斩。雷烈，卫火龙军800里加急传少帅黑羽令，3大营主将明日午时前不到者斩。是。父亲、兄长，镇北军的旧时代已经随你们埋葬，而一个全新时代将从明天午时3刻点将台前，用那些不服者的鲜血来奠定第一块基石。萧晨的小兔崽子呢？一道黑羽令，把老子从锥形镇上叫来，那是个指挥光青楼的废物。咱们镇北军是血肉长城，什么时候轮到文弱书生指手画脚？各位叔伯，就算不信九弟，难道还不信老太君吗？老子倒要看看他能憋出什么屁！都起来！老太君，他连鸡都没杀过，朝廷刀架在脖子上，关外黑狼部磨刀霍霍，我们需要的是从郎，不是个废物学生。这是那个病秧子。孙儿萧晨，让祖母久等了。好孩子。大伙连饭都吃不饱，你把我们召来，若是只想看你这身新行头，老赵没工夫陪你过家家。过家家？你们觉得我在玩？看看你们这面黄肌瘦的熊样，这就是镇北军。他们就是一群等着被宰的羊，
一群只会等死的废物！姓肖的，老子杀人时你还在喝奶！愤怒吗？愤怒就对了。我知道，你们3个月没发军饷，吃的是发霉烂菜。我知道你们棉衣板结冻透骨头，知道你们家人饿死，连抚恤金的影子都看不见。我就问你们一句，你们憋屈吗？我也憋屈。我爹肖战马革裹尸，8个哥哥战死，连尸骨都找不全，换来的是一道夺兵权的圣旨，是豺狼盯着我8个嫂嫂想当活物分掉。凭什么保家卫国的30万儿郎吃发霉烂菜？凭什么继承诸侯锦衣玉食？凭什么？老子不服！老子不服！从今天起，我萧晨接管镇北军。我向你们保证3件事：第一，军饷双倍，抚恤金10倍，钱我去想办法，哪怕怕是抢。以后北大营就是全军标准，顿顿有肉吃，人人有新衣。第三，所有害死我父兄的仇人，克扣军饷的杂碎，我会带着你们把他们的脑袋一个一个拧下来，用他们的血祭奠兄弟，用他们的头盖骨当夜壶。愿为少帅孝子，愿为少帅孝子。叙旧结束，现在我们谈谈杀人。少帅，只要您下令，老赵带兵砍下黑狼部几千个脑袋。外狼要杀，但藏在伤口上吸血的内鬼更要杀。没内鬼出卖，我父王怎会一头扎出口袋阵？我8位兄长怎会被围困致死？少帅，这种断子绝孙的事不能乱说，证据呢？阎王战术沙盘全功率启动，生物体征全景扫描中，目标锁定前排将领区。赵铁山心率110次，状态震惊愤怒，判定忠诚。李虎心率105次，状态震惊疑惑，判定忠诚。目标锁定南大营统领钱震，心率142次，极度恐慌，应激状态，瞳孔放大35%，肾上腺素飙升，背部汗液极度活跃，双手死死贴紧裤缝，指尖呈高频颤抖状，颈部肌肉僵硬如铁，眼神游离，每0.5秒扫视一次逃生路线。钱叔，你很热吗？这天寒地冻的，末将怎么会热？不热？你手心为什么全是冷汗？我是身体不适。3个月前，突袭粮道战死800兄弟；2个月前，白狼谷父兄被围杀，那都是只有主将才知道的机密。那2次都是你负责中军通讯，除了你，还有谁能把消息送出去？钱震，你还要装到什么时候？末将冤枉，若做半点对不起萧家的事儿，死后堕入18层地狱。钱将军连棉衣都托给新兵穿过，少壮是不是搞错了？萧晨，没有铁证，今天这事儿老赵第一个不答应。钱震若有鬼，我赵铁山以死谢罪。少帅，空口无凭拿统领开刀，恐寒了3军将士的心。赵将军稍安勿躁，三嫂，该你上场了。你每个月乔装去城南醉仙楼3次，每次点翠儿待半个时辰，对也不对？我是去听曲放送，大夏军法不让去青楼吗？醉仙楼花魁包夜才50两，你听半个时辰的曲给100两省钱。你1年的俸禄够听几曲？因为你是去和四海通联络人，醉仙楼老鸨黄妈妈接头。你每个月去3次，就是为了把我镇北军的兵力部署、粮草储备、将领动向一五一十的告诉他们，换取你那沾满兄弟鲜血的脏钱。你有证据吗？苏梅，你血口喷人，构陷忠良。钱震，你可认得这个？不。大夏历119年春月初7，收南大营前统领礼金，附推计操练计划，附纹银500两。秋月初9，附粮草储备清单，附纹银1000两。冬月初3，附突袭黑狼部王庭作战计划，附纹银1万两。
因为你这1万两，黑狼部提前3天在白狼谷张开口袋。因为你，我父兄和5万精锐钻进死路，几乎全军覆没。父兄被战马践踏成泥，连全尸都拼不起。钱真，你这个杂碎，看着5万死人的牌位，你睡得着吗？我不是故意的，我没想到会死那么多人，别杀我！我杀了你这个狗娘养的杂种！老王爷待你不薄，你却拿他们的命换钱。我今天替老王爷清理门户。抓你们当垫背！这还是人力！少帅威武，少帅无敌！大嫂，想到了。别杀我！我把钱都给你。传我将令，从今日起，镇北军上下凡通敌叛国、凡贪墨军饷、凡动摇军心，一经查实，杀无赦。好！前阵出卖军情，置我父兄与5万兄弟尽数埋骨，你们说该不该杀？该杀！剐了他！有些钱沾了血，是不能拿的。阎王战术沙盘启动，生物体征2次扫描，锁定高危目标。我给你们一个机会，3个时辰内，凡拿了黑钱，主动找雷厉自首。3个时辰后，若我从三嫂的卷宗里再看到你们的名字，你们的下场比前阵惨100倍，家人子孙世世代代背负叛徒骂名。雷厉，末将在。拖到辕门，备5马，当着全军的面撤离。遵命。赵铁山，末将识人不明，险酿大祸，无颜苟活，请少帅取我项上人头，以正军法。634，赵将军对萧家忠心天地可见，求少主开恩。赵将军3日祈祷上马，罪不至死。想死，以为一死就是忠诚。放屁！那是懦夫才干的事儿。赵铁山，你老了，但这把刀还利否？立！回禀少帅，末将的刀还利，还能杀人，还能饮血。赵铁山对天起誓，愿为少帅再战30年。刀锋所指，虽死不辞。为武，赵将军为武，战！雷烈，你仍为北大营统领；李虎，你仍为东大营统领。谢少帅不杀之恩，愿为少帅效死。赵铁山，你仍为西大营统领。你的罪是蠢，但你的忠我看到了。日后用你的刀把丢掉的脸面看回来。南大营统领前阵伏诛，自今日起由我大嫂柳寒烟接任。少帅，军中从未有过女子为主帅的先例，这不合规矩。你告诉我，什么叫规矩？奸臣当道，内鬼横行，5万忠魂埋骨他乡是规矩。在这30万大军前，我萧晨说的话就是规矩，我的刀更是规矩。大夏118年，他单骑冲阵百步，亲手斩杀黑狼部3名百夫长和上百狼爪子，你们谁比他杀得多？
现在谁还觉得他没资格？柳寒渊领命。四嫂钟离燕任副统领。钟离燕领命，以后谁不听话，俺一锤砸扁他。最后一件事，各营抽调500精锐，组建新军阎王殿，只听我一人号令。少帅，抽走精锐等于抽我们半条命。怎么，我萧晨连兵都调不动了？我给你们一炷香，如果一炷香后凑不齐500名单，那我就亲自去你们营里借1000人。大嫂，香燃尽时，点将台下，我要看到2000人。走，回去挑人。九弟，这样硬割肉，他们会不会有怨气？等阎王殿第一次亮出獠牙，他们只会后悔当初没咬牙多塞几个人进来。那我要亲眼看着你重塑这30万军魂。那我们拭目以待。西大厅500精锐，奉命报到。阎王战术沙盘启动，目标群体扫描，人数500，平均年龄32岁，综合评价合格。西大营的兵是好兵。东大营500人到，北大营500人到。还差500人。少帅，南大营刚死了统领，军心大乱，从我们这儿再匀点吧。需要帮忙吗？我让人带1000精兵去请。南大营的事，不劳少帅费心。四妹，干活。好嘞，早就手痒了。俺和大嫂把南大营所有校尉打了一遍，能在俺们手底下撑过10招的，都在这儿了。南大营500人，奉命报到。阎王战术沙盘启动，目标群体扫描，人数500，平均年龄32岁，综合评价合格。很好，从今天起，你们过往一切战功清零，你们的身份只有一个：阎王殿新兵。俺亲手砍了83个蛮子，俺不是新兵蛋子。300步外剑穿敌侯，你行吗？俺使刀不闪射。实习奔袭300步，行吗？负重50斤，日行100里，行吗？给你10个弟兄陷入100人重围，你能全活着带出来吗？你们的战功是用人命堆的，在阎王殿都是垃圾，你们就是一群什么都不会的废物。六嫂韩月任阎王殿副统领。韩月领命。明日卯时集合，3个月地狱操练，我要让阎王殿成为草原颤抖的噩梦，你们敢不敢？等着我，3个月后血债将用血来偿。不见了，我的命根子！账本丢了，整个雁门关都要翻天。知道这地方的只有那傻子，还有红袖。你这个吃里扒外的人！来人，把红袖给我绑去地牢！账本呢？妈妈在说什么？红袖不懂。不懂？我再问你一遍，账本在哪儿？不知道。好，骨头够硬，给我锁起来。我不能说，一旦说了，那个男人也会被牵连。我会救你出去。那双眼睛是我黑暗里唯一的希望。既然你敬酒不吃，我就毁了你这张脸。我把东西交给了能取你们狗命的人，你们的末日到了，去死吧，贱人！
公子，拦住他！快！萧公子，别说话。我答应过拉你出泥潭，说到做到。前阵原南大营统领1个时辰前，在北大营校场，当着5万将士的面，已按军法极刑处决，骨灰扬尽。这是他通敌的罪证，而你房里暗格中记录醉仙楼黑钱往来的账本，钥匙是红袖给我的。求公子饶命！求公子饶命啊！给你2个选择：第一，醉仙楼换东家，从今天起，这里是我三嫂风雨楼的暗桩，你替我做事。奴家愿。第二，我把你和账本一起送到郡守赵德芳的书房，猜猜看，他是保你，还是立刻将你灭口？我选一，奴家选一，赴汤蹈火，在所不辞。算你识相。雷烈，末将在。留50人换便装，接管这里。看到不该看的，全清出去。遵命。萧公子，我赌对了。下手太狠，再晚半个时辰，人就彻底废了。用最好的药，缺什么去找五嫂拿。九弟，你人救回来了。皮开肉绽，深可见骨，命保住了。那就好。四海通在北境，37个据点，对吧？全都是秦松老贼的情报中转站。聚宝阁专门收花军中物资，套取兵员损耗。福来客栈专查过往官员的底细，万家粮行直接卡度镇北军粮草咽喉，军粮又贵又差，全凭这颗最毒的钉子。那就全部拔掉。全部！这背后的主子是户部周保铁，是当朝丞相秦松。一旦动手，就是圣旨降罪，大军围剿，你连镇北王府最后的后路都不要了。后路？我的父兄5万镇北军，全成了他们家国继绝的踏脚石。他们害死我父亲，屠尽我8个哥哥。他们的情报网像毒蛇一样钻进心肺，硬生生掏空了我5万精锐。你难道还要我跪在地上摇尾乞怜，等他们提着刀来把我们满门斩尽杀绝？三嫂，我今天来就是要告诉你一件事，从今往后我们不忍了。三嫂，我给你3天时间，
3天内，我要这沙盘上36面黄旗全部消失，从管事到护卫，鸡犬不留。3天，拔掉36个据点。风雨楼核心暗卫加死守，满打满算不到200人。醉仙楼这种据点堪比军营哨所，你派200人去攻击36处，这是去送死。谁告诉你只用风雨楼的人了？雷烈的北伐营，赵铁山的西大营，各抽调500百战精锐，1000全副武装的老兵，教你调配。你疯了！那是大夏边军，公器私用干涉商会，是谋反。消息一旦传回京城，秦松一道圣旨，我们全家都要被抄家灭族。从我在校场车裂前阵那一刻起，我们就没退路了。缩回头当没发生，皇上就会网开一面，他们只会把我们往死路上逼。我父亲守了一辈子国门，换来尸骨无存；我8个哥哥流尽鲜血，换来30万大军吃不饱饭。他们不给活路，我就自己杀出一条血路。我要让秦兄老贼知道，惹了我镇北王府就要付出血的代价，哪怕把这天捅出一个窟窿。好，我陪你疯一次。好，但是整合情报、规划路线、人员调配，我最少需要3天。1天。不行，1天根本不够，仓促行动只会增加伤亡。三嫂，今天北大营前阵被车裂，你觉得四海通的眼线是瞎子吗？最多12个时辰，消息就会传遍所有据点，他们会转移账本，销毁证据，布下天罗地网。等你3天准备好，扑过去的只是一座座骷髅和陷阱。兵贵神速，趁他们惊魂未静，趁他们没来得及反应，以雷霆之势一击毙命。我明白了。很好，但还有一件事。什么事？让你风雨楼的暗桩给我死死盯住军中所有的将领，一旦发现任何人想偷偷往外递消息，或者找借口离开军营，不管他是谁，官居何职，不用请示，就地格杀，尸体挂在辕门上示众。从今天起，忘了你们的身份，忘了你们的功劳，在这里，你们没有名字，没有过去，只有胸前的数字代号和绝对的服从。现在，所有人准备往身上浇冰水。怎么，听不懂人话？还是说你们怕了？报告少帅，我们不是怕，这天寒地冻，浇冰水会直接冻死。我们是来训练，不是来送死的。那本帅来给你们打个样。少帅，万万不可！现在，你们还觉得冷吗？我告诉你们，在战场上，敌人会因为天冷就放过你们吗？会因为你们没穿暖和就手下留情吗？当你们在冰河里涉水突袭，在雪地里潜伏3天3夜等待一击必杀，你们会因为冷就退缩吗？真正的战士要能适应任何极端环境，连这点冷都受不了，你们还配叫镇北军精锐？张虎，你说你砍过83个敌人的脑袋，对吗？是。很好，那我问你，这83个敌人有几个是你1对1杀的？有几个是在你重伤断粮、弹尽粮绝的情况下杀的？又有几个是在你孤身一人深入敌后、四面楚歌的绝境中杀的？
你杀的那些人，全是在占据优势，在桃树掩护下杀的，对不对？你是个勇士，但是你还不够强。你们所有人都不够强。你们以为自己是精锐，在我眼里，你们只是一群稍微强壮点的普通士兵。真正的精锐是能以一当十的战争机器，而我要把你们打造成这样的怪物。现在，我再问最后一遍，交个冰水有问题吗？没有，没有。每个人冰水浇透，绕山谷跑20圈，跑不完的自己滚出阎王殿，这里不养废物。豁出去了，俺不能输！两人一组，被人深蹲100个。做不到就滚！我做到了。下一次就没有那么走运了。这是什么东西？二少夫人特制的行军丹。哼，能保命快速回体力，你们就偷着乐吧。从今天起，你们每天只有3个时辰的睡眠。白天练体能，练力量，练你们这身臭皮囊；晚上，我们练杀人的本事。所有人，2人一组，进入树林。任务：在不发出任何声音的情况下，找到并杀死你们的同伴。天亮之前还站着的，才有资格吃明天的早饭。至于被杀死的，就等着受罚吧。六嫂是裁判，也是你们所有人最危险的猎人。违反规则或者被他认定为废物的人，会收到他的一支麻醉剑，那一剑足以让你们像死狗一样躺上3天。现在，开始！反应太慢，动静太大，杀气太重。你输了。六少夫人，我小心翼翼，连大气都不敢喘，怎么还是被发现了？你们那声诱敌的惨叫，300步外听得一清二楚。你做得很好，懂得利用敌人的失误制造机会。谢韩统领夸奖。在真实战场上，你们已经死了不下10次。你们以为的聪明不过是幼稚的把戏，以为的勇猛不过是送死的鲁莽。从明天起，你跟着我学，我来教你们什么叫真正的狙击。存活1647人，淘汰353人，
平均存活47分钟，合格。情报都整理好了，36个据点，风雨楼的人一夜未睡，总算赶上了。做得很好。怎么样？有没有觉得很刺激？何止刺激，简直疯狂！一天内调动所有暗卫去完成这不可能的任务，他们现在估计都在背后骂我是疯子。他们以后会感谢你的，因为你让他们知道了，他们的极限远比自己想象的要高得多。人只有被逼到绝境的时候，才会爆发出真正的潜力。我要的不是按部就班完成任务的工具，我要的是一群能在绝境中创造奇迹的战士。你打算什么时候动手？明晚过后，我要让整个北境都知道，得罪萧家的人会是什么下场。下面发生了什么？别紧张，不是嫡系，是鱼儿上钩了。声音诱敌，设伏为杀，他们终于开始动脑子了。这才是我要的阎王殿。我要的不是只会冲锋的莽夫，而是会思考的杀戮机器。红袖那边，二嫂守着，想痊愈得养半个月，但她拿命换的情报价值连城。醉仙楼黄妈妈呢？吓破胆了，恨不得把祖宗18代的秘密都吐干净。她很清楚不配合的下场。很好。我不明白，六妹平日里沉默寡言，像个透明人，你凭什么把阎王殿副通顶最核心的战术命脉砸给她？六嫂是天生的猎手，她对危险的直觉和冷静，天下顶尖。她只是绝世好弓配了盾剑，我要给她换上最锋利的剑，让她射落星辰。大嫂的刚烈，四嫂的蛮力，五嫂的算计，包括我掌管的风雨楼。你18岁的眼睛毒得可怕，一眼就能看穿所有人的骨头，精准砸在最致命的位置。那你呢？你究竟是什么样的人？你的体内究竟住着什么灵魂？你到底想做什么？我就是萧晨啊，萧家第9子，一个想为父兄报仇，想让你们好好活下去的男人。别用这种废话搪塞我。灵堂舌战，笑场立威，醉仙楼雷霆手段，你那些手段，你那些想法，根本不是一个18岁的少年能拥有的。你到底隐藏了什么？三嫂，我是什么样的人，真的那么重要吗？重要的是，我能带领萧家杀出绝境；重要的是，我能为父兄报仇，我能让你们，让这30万镇北军的兄弟们都活得有尊严。我明白了，从今往后，风雨楼为9弟之命是从，请9弟下令。起来，明晚的第一刀，从聚宝阁开始。那是四海通最大据点，背后牵扯郡守府和城防军，动他会狗急撞墙的。三嫂，你要记住一件事，从我父兄战死雁门关的那一刻起，我们和他们之间就已经是不死不休了。他们想要的是萧家的命，我想要的是他们的头。既然如此，我要让他们知道，萧家的刀还利否？该死！前阵那个蠢货怎么就被萧晨那个病秧子给杀了？还是被一脚踹死？赵德芳和周侍郎的元水根本救不了禁火，那病秧子现在就是头吃人的疯狗！只要所有来往账本全烧干净，你萧晨就算掀了天王，老子也没证据。
滴血，有刺客！啊！半个呼吸，2箭连发，还要预判吴三躲避轨迹。六夫人，您这剑术简直是宗师！执行任务期间禁止说废话，任务还没结束，记住，少帅说过，这次行动要快、要狠、要绝，一个活口都不能留。掌柜出事了，把刺客给老子剁碎了喂狗！四海通的重金不是白拿的。是。六夫人好剑法，连正面硬碰的机会都不给。少说废话，你们负责清理楼里剩下的人，我负责外围警戒。记住，少帅的命令，一个不留。兄弟们，跟我上！把这贼窝给我抄了！害死了王爷和少帅们，今天就让他们血债血偿！大爷饶命！害死王爷少帅的时候，怎么不饶命？六夫人，楼内127人全部砸晕放倒，地下室还搜出10几个准备卖去青楼的良家女子，每人发10两银子遣散，告诉他们是镇北王府救的。金银财宝全部打包，账本卷宗全部带走。我操！30万两金银，20万两古玩，装车，给战死的兄弟发抚恤，把这贼窝反恐。119年3月，赵德芳收买军中将领；7月，周侍郎私设粮仓，还有丞相秦松的密信，这些畜生全该千刀万剐。六夫人，50、60万两财宝全装好了，够镇北家用好一阵子。走吧，去下一个地方。目标王二麻子，四海通丰州情报头目，当年就是他们的情报害死咱们的袍优。今天老娘要收账！你带一半人从正门撞进去搞大动静，别让他们晕得太痛快。我端老巢。少帅有令，一个不留，全砸废。镇北王府那个病秧子还能蹦跶几天？相爷早发话了，等王府一倒，咱们荣华富贵享之不尽。干！为死去的兄弟收账！3！快，后窗跑！想跑？问过老娘的斧头没？饶命！我们只是打杂的，什么都不知道。当年你们害死我袍友，想过饶命吗？四夫人，客栈内外47人全砸废，无一漏网。把所有金银财宝、账本、卷宗全部是打包带走。少帅说了，要用他们让京城那些权贵血债血偿。夫人，都准备好了，让咱们的人开始吧，演得像一点。掌柜的，这么多，我们从南边逃难来的，外面还有好几车，急需套现。几位客官里面请，这种大生意咱们内堂慢慢聊。你们到底是什么人？送你上路的人！你这老狗帮四海通害死多少人？九弟这招用钱作饵，诛心又好用，贪婪的人到死都不知道怎么没的。四海通经营10几年的产业，今夜之后就都姓萧了。账本卷宗一张纸都不能少，烧了这里，让他连同罪恶一起化为灰烬。父王，哥哥们，灵儿为你们收账了，害死你们的，一个都别想跑！
一面、两面、三面，10年不绝，一夜覆灭。还有龙以上的成平地，当他们发现眼线全死绝了，会不会在半夜惊醒，冷汗淋漓，露出一副见了鬼的嘴脸？九弟，你这一手够狠够绝，但我喜欢。萧晨，聚宝阁吴三和上百号人全被敲碎后颈，打成废人。那个连大声说话都会喘的病秧子，怎么突然变成了一头疯狗？34个情报据点，一旦证据落入萧晨手里，我和相爷全得人头落灭。用最快速度送到丰州、云州、朔州，让所有人立刻销毁账本折服，切断一切联络，快滚！只要证据全烧了，你就算闹到天王老子那儿也奈何不了我。等相爷的雷霆之怒降临，老子要亲眼看着你这乳臭未干的毛头小子摇尾乞怜！啊！鬼！有鬼啊！救命！鬼你娘的头！少帅说了，借你的脑袋和3个月的军粮用用。我给钱20万两银子全给，求饶命！你的狗命和粮食都是和我镇北军的血换来的，欠债还钱，天经地义，拿命还！大人，出大事了！万家粮行100多口人全被打成死狗废了。粮行里几百万两银子的军粮被搬得一粒不剩，墙上还用红漆刷着8个大字：欠债还钱，天经地义。萧晨，你这个疯狗！报！丰州福来客栈全部被砸，云州永昌当铺被洗劫一空，所有掌柜全部重伤瘫死。报！朔州聚义茶楼被一把火烧成白地。你全完了，我和相爷的心血，老子成废棋了。大人，您派出去的那些信使，全都送回来了。到哪儿了？消息送出去了吗？就在府门口，全是用板车拉回来的。37个信使全被削断双腿，挑了手筋，一个不少全废了。我不信，37个心腹全废了，我不信。王府、铁手李三，还有花5000两请来的鬼见愁赵七，全被废了。萧晨，你欺人太甚，欺人太甚啊！让开，镇北军办事，闲人退避。赵德芳，我们少帅让我给你带句话：欠债还钱，天经地义。你们克扣了多少军费，害死了多少袍姐，这笔账该清算了。他还说让我给你送份请柬。我们少帅请你看一场好戏，一场专门为你准备的好戏。所有和四海通勾结的烂账，明日一并清算。对了，你派出去求援送信的那些人，全折了。如今的北境，镇北军全面接管，没有少帅的命令，一只苍蝇也飞不出去。赵大人明天若是不来赴宴，这就是下场。收队！完了，全完了！不去是死，去了也是砧板上的肉。快！谁敢掉队，今天就去啃树皮！想吃肉，想喝酒，那就给老子跑起来！停！几天前你们还是一群只会嗷嗷叫的炮灰，但现在你们这群阎王殿的战士终于有了点样子。作为奖励，明天我请你们看一场好戏，一场用蛀虫的末日堆起来的好戏。明日午时点将台，我会让你们亲眼看看那些克扣卖镇北军的畜生是怎么一个个付出惨痛代价的。我会让你们看看镇北军的刀是不是还利。少帅威武！萧家的刀从未钝过，欠债的都得还。
阿命来填！嘿，兄弟们在前线啃冰块，这狗官坐的马车用的全是咱们的血汗钱，今天必须扒了他的皮！赵大人，您可算来了。少帅，等您很久了。赵德芳，你可知罪？少帅，下官不知道您在说什么。下官身为雁门关郡守，对大夏忠心耿耿、兢兢业业，怎么会有罪？忠心耿耿，兢兢业业。那我倒要问问你，这些年贪墨了多少军饷？克扣了多少粮草？害死了我镇北军多少炮友？我没有，少帅，你一定是听信了小人谗言，下官冤枉啊！冤枉？看来你是不见棺材不掉泪了。大夏历101年，你以修缮城防为名贪墨20万两，一半进了你口袋，一半送去了丞相秦松府上。111年，你与四海通勾结，将30万担赈灾粮换成发霉陈米，致使城外饿殍遍野。115年，你以次充号，将煤粮充作军饷，害我前线将士染病惨死。杀！剁了这狗官！不，这些都是污蔑，都是栽赃，我没有。119年3月，收四海通白银5万两，从你心腹吴三密室搜出来的，上面不仅有你的签字，还有你的私印，你说是真是假？我父兄战死，5万精锐埋骨他乡，这笔血债是不是也该算在你头上？不是我，是秦松，是丞相大人让我干的。我只是个郡守，我敢违抗他吗？秦松，他当然也跑不了。不过今天先用你记齐，雁门关郡守赵德芳贪赃枉法，通敌叛国，按军法剥取官袍，处以极刑。小臣你敢？我是朝廷命官，你这是造反，挑战皇权。皇上和丞相绝对会诛你九族。从我父兄战死那一刻起，北京的天就变了。在这里，我萧晨的话就是王法。萧晨，我是当朝二品，你杀我就是造反，皇上和丞相绝对不会放过你，你们萧家会死无葬身之地。造反？半年前，父王率8位兄长出征，换来的却是朝廷的断粮背叛。朝廷断我粮草，削我兵权，我萧家早被逼上绝路。既然伸头缩头都是一刀，我萧家宁可站着死，绝不跪着生。今天必杀你这个国贼！去年冬天，这狗官送来发霉的军粮，害得我的兄弟饿死。他才18岁呀！杀了他，为冻死饿死的兄弟报仇！杀！血债血偿！不要！我把钱全给你，我有300万两白银，我还知道丞相府的秘密，我有秦松通敌的把柄，求你饶我一命，我给你当狗！晚了，你出卖情报，让我父兄埋骨他乡时，可曾想过今日？啊！这一边为我父王，这一边为我大哥，这一边为我二哥，
为我三哥这一边，为我五兄！啊！360鞭，碎你360块罪骨，一击不多，一击不少，你可以安心上路了。老张，你看到了吗？有人给咱们报仇了！少帅威武，扎得好！今日我以这国贼之血祭奠我父兄在天之灵。少帅威武，愿为少帅效子。来日我必率尔等马踏黑狼部王庭，为我大夏5万英烈复仇。尔等可敢随我一战？忠诚度92，愤怒值95，军心已成。雷烈，末将在。将这残躯挂在雁门关城楼最高处，暴晒7日，让全城百姓看看这卖国贼的下场，让所有心怀不轨之人看清楚得罪我萧家的代价。遵命。赵铁山，末将在。带人去查封赵德芳府邸，所有银钱悉数充作军饷，所有密函账本一张纸都不许漏。我要让京城那些狗官知道，这笔账我一笔一笔的算。末将定不辱命。少帅，末将李虎听令，带人把四海通在北京所有据点的罪状木刻挂满丰州、云州各大城池，敲锣打鼓的挂。我要让全北京知道，秦松的眼线被我连根拔了。遵命。祖母，风雪大，咱们回家。今日这事儿办得可妥。好孩子，只是这天大的窟窿一捅，京城那边怕是要炸锅了。兵来将挡，孙儿的刀不仅斩得北境，也劈得开京城。杀人诛心，原来这才是真正的强大。九弟，等等我！光赵老贼的家底，加上30个据点的财货，足够镇北军吃3年。九弟，这笔血赚！九弟，京城风雨楼急报，丞相秦松已经开始调兵了。怕什么？来一个剁一个，来一双砍一双！让风雨楼死死咬住秦松的每一条狗。360重鞭急刑，就在点将台上，骨头都抽碎了。死得好！老天有眼，我儿子在白狼谷的血仇，九公子给报了。全军听令，踏平郡守府，1寸金1张纸，全给老子抽出来！老爷被抓了，镇北军杀进来了，快跑啊！都住手！那是夫人的嫁妆，不许抢！赵将军饶命，小人愿带路。库房所有财宝都在库房，围起来，一只耗子也别放出去。是。少帅有令，此番是查封，非抢劫。谁的手要是不干净，这牌子就是他的下场。将军，这是咱们的军饷啊！白狼谷战死兄弟的抚恤金全在这儿了。我兄弟的老娘就是因为没钱抓药，活活病死在草棚里。这帮狗官
喝的是我们的血。饶命！饶命啊，将军！老王爷，少帅们，你们看见了吗？算计你们的就是这堆狗屎！记，1两银子都不能少。这些都是我镇北军将士的卖命钱，少帅要用他们祭奠英魂。是。放开本公子！你们这群逆贼！我爹是朝廷2品大员，动我一根汗毛，朝廷要你们9族陪葬。2品大员，你爹现在正在城墙上挂着呢。少帅有令，铺107日，你指望谁来救你？赵将军，赵爷爷，饶命啊！那些恶事都是我爹干的，跟我没关系啊！我就是个废物，我什么都不知道。你爹克扣军饷，你在醉仙楼一掷千金，跟你没关系。你爹倒卖军粮，你在赌坊一夜输掉3000两，跟你没关系。那是我5万镇北军将士在白狼谷血流成河，你搂着小妾，喝着客来的军酒，吃着灾民的手粮，你敢说跟你没关系？错了，别杀我！我有秘密，秦松是当朝丞相秦松指使我爹的。我爹书房暗格里有秦松的密信，记录了通敌汉末的所有证据。放我一条生路，我带你们去哪？只要他们想要扳倒秦松，就绝对不敢杀我，我是唯一的证人。少帅说过，规矩就是规矩，而我今天的规矩只有6个字：私藏者斩立决。哇！去书房，把信一封不落搜出来。至于他，拖到大门口，当着全城百姓的面斩。狗官，你强占我家田产，打断我儿子的腿，老天开眼呐！我夫君在军中2年没发军饷，家里一尸2命，该死！你们都该死！我不想死，救命！杀得好！萧家少帅为民除害，镇北军威武！拿到了，少帅复仇的利刃，拿到了。少帅，从今往后，我赵铁山这条命就是您的，您刀锋所指，末将虽死无悔。九弟，郡守府查抄完毕，赵铁山带人清算了一整天，这是账本。直接说数。光是现银和金条便有317万两。317万两，这还只是现钱，若算上北境7州的10万亩地契、商铺、珠宝，保守估算，总值在500万两以上。好一个雁门关郡守！我30万镇北军1年的军饷也不过250万两。我8个哥哥在白狼谷因为粮草断绝被围杀时，这个畜生家里居然藏着500万两。九弟，他们真该死啊！赵铁山那边有人手脚不干净吗？没有，赵铁山在郡守府大门口定了死规矩，私藏者斩立决。老家伙倒是个带兵的料。这笔银子你打算怎么用？若被朝廷知道，朝廷？这本就是我镇北军将士的卖命钱，留下200万两充实北境军库，另外划出100万两，全部砸进阎王殿。100万两，2000人，每人足足合500两。九弟，这在普通军中够养1支万人重甲骑兵了。普通骑兵，我要的是地狱里爬出来的恶鬼。我要让他们穿最厚重的甲，刀出最快的鞘。这100万两砸下去，3个月内，阎王殿必须成为这世上最精锐、最致命的杀人武器。明白了，三嫂定一文不差，全砸在他们身上。三嫂，还有别的发现吗？这是从赵德芳书房最深处的暗格里搜出来的，是他与丞相秦松往来的所有密信。九弟，这些东西足以让秦松死无葬身之地。萧瞻乃我等心腹大患，克扣之银2成留你，8成送往京城。白狼谷一战，镇北王父子尽数战死，北境再无萧家，可喜可贺，可喜可贺！秦松，害我父兄，害我5万袍佐，此仇不报，我萧晨誓不为人。这些信妥善收好，一个字也不要漏出去。为什么？这可是铁证，只要宋城御前，便可请天子圣裁，将秦松满门抄斩，
天子圣才。三嫂，我问你，对于龙椅上那位，是关外虎视眈眈的黑狼部更可怕，还是我失镇北境手握30万大军的萧家，更让他寝食难安？你是说，陛下的白狼谷一战，若无帝王默许，秦蜀焉能只手遮天，断我萧家军粮？密信送去京城，你以为能扳倒秦松？不，那只会给那位陛下最好的借口，以构陷重臣、意图谋反之名，将我萧家斩草除根。那我们该怎么办？隐忍磨刀，拿着100万重金，把镇北军铸成一把无坚不摧的绝世凶刃。待到刀锋出鞘之日，我管他是丞相还是皇帝，欠了萧家的债，就得用命来还。风雨楼楼主苏梅在此立誓，从今往后，风雨楼便是九弟手中最锋利的刀，愿追随九弟，赴汤蹈火，万死不辞。三嫂，我们是骨肉至亲，我发誓，只要我还有一口气，绝不让萧家任何人受半点委屈。父兄的仇我报，萧家的荣耀我亲手重铸。九弟，我明白了。醉仙楼那边，黄妈妈老实吗？老实的像一条被拔了牙的狗。如今整个醉仙楼已是风雨楼的眼线，达官显贵的一言一行尽在掌控。红袖呢？他还在静养，二嫂亲自在照顾，脱了苦海，人开朗了许多。派人好好照顾，用度全走王府账上，不许他受半分委屈。他送出的账册解决了赵德芳，待他痊愈，若想留，王府给他清白身份；若想走，给他1万两白银，护送他远走高飞。好，我亲自去办。秦松、程平地，你们以为害死了我父兄，就能让萧家万劫不复？你们错了。待到春暖雪融、刀锋出鞘之日，我要这天下为我萧家换个姓氏。狗官，你也有今天！大旱那年，你克扣救命粮，我那3岁的小孙子是活活疼死在我怀里的。你不是活菩萨，你是收这群畜生的活阎王啊！疯了！萧家老九不只是杀官，他是在挖朝廷的根，他把民心全收了。别写了，这雁门关现在是萧家的天下，快走，迟了脑袋就得挂上去凑数。乡亲们、兄弟们，都给老子听好了！少帅说了，从今往后，萧家还北境一个朗朗乾坤。谁敢再克扣我镇北军1文钱军饷，这2颗狗头就是下场。凡举报贪官污吏者，赏银1000两；包庇者，与狗官同罪，满门抄斩。少帅万岁！镇北军万岁！我懂了，九公子不是在炫耀财富，他是在告诉我们所有人，这些本就该属于北境，这些钱属于我们流血牺牲的将士。我的亲娘嘞！这赵德芳是把国库搬到自己后院了吗？那就是我们的军饷，那是我们战死兄弟的抚恤金。民心已归，士气已鼎，这第一步走稳了。九弟，赵德芳这个杀千刀的畜生！五嫂，先喝口茶。什么事能让你这位财神爷急成这样？我哪里喝得下？我带着36名账房，算盘都拨烂了3个。你猜超出了多少？光是现银和金条，整整350万两。不仅如此，前朝华圣的87神仙团残本、极品和田暖玉、西域血珊瑚，加上那些田产铺面，足520万两白银。30万镇北军，就算朝廷3年不给一粒米1文钱，咱们也能优厚的活上整整3年。3年啊，九弟！五嫂，你觉得赵德芳区区一个2品郡守，就算刮地3尺，能攒下500多万两现银吗？你是说，赵德芳不过是秦松养在北境的一条狗，这500万两不过是秦松庞大财富中露在指缝里的一点残渣罢了。残渣！3000万两，打下1年的国税，竟全进了秦松的私库。五嫂，这才是我们真正的战场。我要让秦松把他这些年吞下去的每1两银子，都混着他满门的血，加倍吐出来。北境商行那边烧酒的生意如何？九弟，你那法子简直神了！现在3坛烧酒就能换1匹草原上等战马，成本才不过5两银子。黑狼部的蛮子喝惯了这烈酒，已经离不开了，这比抢劫还快。挣敌人的钱才能心安理得，先掏空他们的家底，再软化他们的骨头。
四海通在北京的所有生意渠道据点全部接手，所得利润全部用来收购粮食和药材，溢价3成甚至5成，在所不惜。1个月内，北京市面上流通的每一粒米、每一株药必须过我萧家的手。我要让这北京一草一木皆姓萧。温如玉愿做九弟手中的聚宝盆，哪怕赴汤蹈火，也要为萧家筑起一座撼天金山，绝不让将士们再饿着肚子上阵。辛苦五嫂了，去忙吧。抄来的珠宝首饰，给自己留几件喜欢的，别都入了公账。咱们王府的财神爷也该好好打扮打扮。那尊血玉观音正好给老祖母念经，大嫂那套凤钗也该换。茶是苦的，正如这深仇大恨，但这北京的天很快就要变天了。信念动摇，认知失调。大嫂，你还在抱着那虚伪的将门荣誉不放。九弟，昨夜凌迟赵德芳，今日选手示众，这手段是不是太过暴虐了？他是朝廷2品命官，你这样做等于彻底坐实了谋逆，抄家凌迟，这是强盗土匪所为。父王和夫君在世时，向来以武德服人，行堂堂正正之战，绝不屑于此等酷刑。大嫂，你告诉我，看着这账本上的累累血债，让赵德芳之流继续逍遥法外，继续克扣军饷，才是对的吗？难道看着萧家基业被蚕食，镇北军被开膛破肚，才是所谓的将门正道？大嫂，你告诉我，什么是正道？是像父王那样，为了可笑的忠君爱国，忍气吞声，最后被人算计的尸骨无存，还是让我们这些活下来的人继续跪在地上，摇尾乞怜？求京城那位赏一条活路！不要说了，别说了！小龙，你出征前说要为我画眉，最后却被乱箭穿心，死在白狼谷的泥泞里。5万将士连尸骨都没带回来。父王和兄长为大夏流尽了最后一滴血，可换来的是什么？换来的是克扣军饷，是倒卖军粮，是通敌卖国。白狼谷一战，5万精锐被围，粮尽弹绝，他们死得何其冤屈！忍到萧家灭门，还是忍到你我跪在刑场上被这帮伪君子千刀万剐？我不在乎什么将门正道，更不在乎背负千古骂名。欠我萧家的债，必须用血来还。害死我父兄的人，我要他们全部跪在灵前，用人头来祭奠。我明白了，九弟，是我太天真，这个世道只会把我们的善良当成软弱。从今往后，我不会再质疑你的任何决定。你说杀谁，我就杀谁，哪怕屠城，我柳寒烟也绝不眨一下眼。大嫂，我不要你变成杀人机器。我们不当恶人，但也绝不做任人宰割的羔羊。九弟，我准备即刻出发南大营。南大营那边，你打算怎么处理？九弟，南大营的将士如今军心涣散，犹如一盘散沙。前阵那个叛徒复出之后，南大营便群龙无首。我安插的眼线回报，许多将领都在观望，甚至有人暗中勾结，想要趁机将兵权分而食之。有几个资历老的百夫长已经开始私下拉拢士兵，大搞山头主义，根本没把王府放在眼里。我会让他们知道，萧家的军规是用血写的，敢阳奉阴规者，我亲手砍了他的脑袋，挂在帅旗杆上。这是镇北军杀令，持此令者，如大帅亲临，从你明日踏入南大营的那一刻起，你便拥有生杀大权。任何人无论官阶高低，无论功勋大小，若敢不服，军法从事，哪怕是功勋卓著的百战老将，若敢阳奉阴违，亦可就地格杀，无需请示。末将柳寒烟遵少帅令，明日若有半点差池，寒烟愿提头来见。去吧，大嫂，我等你的好消息。萧家的刀已经出鞘，不见血，绝不归。乱世用重犯，九弟，今天我就为你磨砺这把刀。奉少帅号令，即日起南大营由我与大嫂接管，只认萧家规矩。让两个娘们管我们，少帅疯了吧？不服，
谁觉得有资格质疑少帅？站出来，我亲自领教。都是缩头乌龟，军中规矩，拳头硬的说话。谁不服，站出来！本将保证不打死你，最多半死。我不服，想管我们，先过老子这一关。就这，空有蛮力，破绽百出。不可能！还有谁不服？尽管站出来。四夫人神力，可军营不是决斗场，光拳头硬镇不住5万兄弟的军心。前头领是叛徒，可他也曾自掏腰包补军饷、弄棉衣。王府现在派2位夫人来，是信不过我们。自掏腰包，那些棉衣是朝廷拨的，被钱震倒卖大半，军饷是他剥皮抽骨剩下的渣。睁大眼看看，你伙同钱震倒卖军粮3000担，克扣战死兄弟抚恤金3成。大夫人饶命，我是被逼的，都是钱震逼我的。克扣战死兄弟抚恤金的时候，怎么不说身不由己？拿血汗钱养小妾的时候，怎么不说身不由己？钱震、周平都是吸血蛀虫，想堂堂正正当兵的留下，念旧情的现在就滚！老族王大山誓死追随大夫人。大嫂、四嫂干得不错。大嫂、四嫂干得不错，不过南大营的脓疮还没完全起干净，前阵的余党可不止周平一个。我给你们1炷香的时间，主动站出来，走到台前承认罪行，我可饶你们不死，只废除军籍，逐出衙门官，永不录用。若是1炷香后还需我亲自来揪，那就别怪我让你们死得很难看了。我有罪，我帮钱震晕过2次私盐，分了300两银子，但我没害过兄弟们的性命啊！我只是一时贪财，求少帅开恩！不错，懂事的还是有的。法不责众，这南大营现在本来就军心不稳，如果把我们这些中高层官员一锅端了，谁来带兵？谁来抵御关外虎视眈眈的黑狼部？萧家那老头子当年都不敢做得这么绝。时间到，大嫂，舞台搭好了，刀也磨快了，现在该你杀人了，用他们的血来祭奠南大营的新生。那是镇北杀令，县令如见老帅，当者戒杀。老子在南大营流血流汗时，大夫人怕是还在闺房绣花呢。今日非要拿我人头立威，只怕南大营5万兄弟不服。是啊，不服！大夏114年3月，你私吞上等战马30匹卖给马贼，获利5000两。马贼屠了关外2村108口，连婴儿都没放过。115年冬，黑狼部夜袭哨所，你正喝花酒误军妻，掐断信鸽，害死32名兄弟，还图难民冒领战功。我同乡刘二就在那一夜，王莽你这个吃人的畜生！兄弟们别信这谣言，萧家要清洗南大营，横竖是死，不如反了！大嫂，有些人就是贱，不见棺材绝不落泪。杀令即出，送他们上路。风雨楼暗卫听令，凡持械反抗者，格杀勿论，一个不留。夫人饶命啊！我们是被人骗了，我们不想造反啊！一眨眼的功夫，毒瘤尽除。九弟的手段虽冷酷，却能让少死更多人。传我将令，凡参与哗变、持械对抗者，杀无赦！刚才不是挺横吗？来，跟老娘练练！还有谁？弟兄们，推平他们！呸！就这，还
还以为能多打一会儿呢。我知道你们在怕什么，你们怕下一个轮到自己，你们怕我会秋后算账，把你们一个个都揪出来。但我柳寒烟今天把话放在这儿，该死的人已经死了，那些吃里扒外、出卖兄弟、贪墨军饷的蛀虫已经付出了代价。剩下的人，只要你们以后忠于萧家，忠于镇北军，忠于为你们流血牺牲的同伴，以前的破事儿既往不咎。但是，从今往后，谁敢再吃里扒外，谁敢再贪墨军饷，谁敢再出卖兄弟，谁敢再让镇北半军的将士流血又流泪，王猛就是你们的下场。这几百个叛军就是下场，听明白了吗？听明白了。那个固执天真的大嫂死在了昨天，而现在站在这里的，是能随我萧晨执掌乾坤的红莲女帅。九弟，我刚才是不是很像一个屠夫？屠夫杀生是为了私欲，为了一己之利，而我们举起屠刀是为了让更多人活下去。大嫂，这是乱世，慈悲救不了萧家，雷霆手段才是王道。你不杀他们，将来在战场上死的就是更多无辜的兄弟。你不是屠夫，你是在为死去的同伴讨回公道。擦擦吧，脸上弄脏了。谢谢你，九弟。一家人不说两家话，南大营算是拿下来了。拿下来是拿下来了，但九弟，你刚才说的大棒打完了给胡萝卜，啥意思啊？你要请这帮兔崽子吃胡萝卜？大嫂、四嫂，传我将令，明日一早，除留守人员外，其余各营将士全部带到西大营教场集合。西大营是不是又有叛徒要杀？老娘这双斧头可还没喂饱呢！哼，四嫂，天天杀人多没意思，一味的用大棒只会让人害怕，却不能让人真心臣服。那九弟，明天去西大营到底要干什么？发钱。老王，今天又集结，该不会又要拉人出去砍头吧？砍个屁！这3天顿顿有肉吃，你小子的油水都白刮了。可少帅之前说军饷双倍，战死10倍抚恤，这真不是画大饼。少帅做事，岂是你我能猜的？几日前，我在这里问过你们，憋屈吗？不憋屈。我说过，从我接管镇北军开始，就绝不让任何一个兄弟饿着肚子上战场流血又流泪。有人背地里说我萧晨是在给你们画大饼，今天老子就让你们看看什么叫一诺千金。开库发饷。揭开。银子，是真的白银，不是做梦，是真的。老子当兵15年，第一次见到真饷啊！奉少帅令，自今日起，镇北军所有将士军饷翻倍，普通士卒月饷提至2两，百夫长月饷提至10两，千夫长月饷提至40两，统领月饷由50两提至100两。令白狼谷一战中为国捐躯的51326名将士，其家眷每户补发抚恤金100两白银，另分良田10亩。若有老母无人赡养者，王府按月发放赡养银3两，直至终老。若有幼子无人抚养者，王府包揽其衣食住行，送入萧家私塾，直至成年。西大营王二虎，其母7旬，其子7岁，发抚恤100两，良田10亩，供其子读书。兄弟，你听到了吗？北大营李石头，其妻怀胎3月，发抚恤100两，良田10亩，王府养其一世。李二牛、王强。二虎，你个瓜怂！你妈有人养了，你娃能读书了，你可以瞑目了！少帅威武！少帅威武！少帅威武！老王爷，您看到了吗？
咱们萧家后继有人呐！忠诚度99%，士气100%，镇北军已成我手中至死不渝的绝对利剑。弟兄们，我不喜欢说空话，因为空话填不饱肚子，挡不住弯刀。今日的军饷与抚训只是个开始，只要你们把后背交给我，我萧晨就敢把身家性命交给你们。我保证，你们每一个人都能吃饱穿暖。我保证，你们流的每一滴血都不会白流。所以，我最后问你们一次：你们愿意把命交给我吗？愿意与我同生共死吗？愿意！愿为少帅效死！效死！效死！秦松，是时候算清我们的血账了。